东北现在需要的绝对不是什么东北复兴或是什么振兴东北搞工业基地，已经有大量的论文证明，过去20年在这方面花的钱是低等且无效的，非但没有改善现状，反而加重了问题。这种解法是很庸俗的 ，It's wrong， 错，不行，蛇皮，脑残，低智商。不够灵性，没慧根，你这样解的话就是笨蛋。除开长春、沈阳、大连等极个别具有发展前景的大城市外，东北的大部分地区需要的是在最高行政力量直接监管下，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彻底破产重组。换句话说，只有东北人自己才能拯救东北。作为一个00后，对我而言，东北衰落已经不是一个现代进行时，而是一个过去完成时。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政治课本就已经在说要振兴东北搞工业基地。10几年过去了，似乎情况并没有什么变化。虽然我不是学经济学的，但读过几十篇论文后，我发现只有深入了解东北搞工业基地的历史，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当前东北发展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而这不就是我的专业领域了吗？事先声明，这其实是很久违的严肃历史科普干货大长篇，就是讲了这么久。当睡前故事一次性听完也行，一日3餐分次听完也 OK。觉得满意就给个3连充个电，谢谢大家的支持。要讨论东北，我们首先要重新定义东北。唐朝时期渤海国建立，其领土范围包含了东北地区，从此东北作为中国的一个区域形成。广义上的东北是以山海关为界，关内为华北，关外为东北，其范围包括东三省外加内蒙古部分地区。1644年清兵入关后，在东北设立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管辖东北，外加清政府人为划定修建的领条边，东北的相对独立性更加突出。东北这个词源于近代，1907年清政府由行政区划东三省，替代了满洲这个非地理名词。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关内开始用东北来代称这片土地。历经近100年的更替变化，最终定型成我们所熟知的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本视频所提到的东北都以现为止为准。至于满洲，这是一个带有殖民色彩的历史名词，本意指满族，即满洲族。在日本入侵并殖民东北地区后，将其傀儡政权称为满洲国。1945年日本投降后，该名称一并废止使用。本视频所提到的满洲，均为无法替换的情况下对历史原文的客观引用，仅用于历史科普，无特殊政治遗憾。东北的近代化历程和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大体是吻合的，但东北的近代化历程充满了政府主导和试验田性质。从伪满时期的满洲经营到新中国的义务计划，东北地区都充当了后来中日两国经济建设的改革试验田。中日两国在2战后都不同程度的在东北经验的基础上，各自独立发展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发展政策与管理模式。但毫无疑问，从伪满时期到义务计划完成，是东北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光时刻，以高度的工业化领先于全国乃至整个亚洲。看过安倍那期视频的观众应该还记得，视频中提到了安倍晋三的亲老爷日本首相岸信介，作为伪满的总务厅次长和后来的日本首相，其所参与的满洲经营政策不仅影响了近代东北的工业化历程，为日本战时体制的建构奠定了基础，也让日本在战后被殖民地反向意识形态输出，间接影响了战后的日本经济体制。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如瘟疫般蔓延到了世界各大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也不例外。这次经济危机对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提出了挑战。从结果上看，各国都或多或少地放弃了以往的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经济。但和英美等国不同，日本和德国没有殖民地可供转嫁危机，因此两国间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甚嚣尘上，主张对内推行统治经济，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以转嫁危机。在这种经济统治思潮中，以岸信介为首，主张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加以修正，强化对经济的统治力度。这批主张革新思想的日本文官在当时被称为革新官僚，积极响应并在伪满推行统治经济试验的革新官僚被称为满洲帮。这帮人不仅与日本战时统治经济有很深的渊源，而且大多是活跃在战后日本政坛的重要人物。这些革新官僚们在学生时代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资本论的广泛传播，书中介绍了资本主义固有弊端、实质、缺点、必然灭亡等内容，为革新官僚的理论体系打下了基础。此外，日本固有的皇国主义和德意两国的全体主义、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实践都影响了其意识形态。无论是对岸信介还是日本，满洲都有特殊的含义。就像后来岸信介下属回忆的一样，岸信介是真把满洲当作日本一个经济特区来建设的。岸信介希望把日本的生产技术与伪满的资源相结合，在伪满建设一个巨大的重化工业综合体，并把伪满的建设模式作为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典范加以推广。918前的东北工业基本上是军阀主导下的军事工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张作霖大力修建军事工业，其中东三省兵工厂代表了东北军事工业和机械工业技术的最高水平，规模大，设备精，技术优。
其中设备和技术人员大多来自于日本和德国。到20世纪末，已经能自主生产枪械、火炮、弹药，乃至于一些飞机零部件。伪满成立初期，军部和财阀争夺满洲开发的主导权，因此关东军将伪满的工矿业全部交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开发。1934到1936年，以满铁为主导，在重要工业部门实行一业一社的前期开发政策。举例而言，满炭和满铁共同开发煤矿业，满电负责电力统治，满洲石油负责石油统治，昭和制钢所则成为钢铁业的核心。在这一时期，东北的重工业比例首次超过轻工业，在这之后的100年都没有出现反转。226事件后，军部掌握了日本政府控制权，财阀和军部从对抗走向合作，其标志就是岸信介对第一次产业开发5年计划的修改，从原本的综合开发转向重点开发。1937年底，日满总公司迁到伪满。12月27日，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正式成立，标志着以满铁为主导的一业一社主义的工矿业开发结束，以满业为主导的重工业综合性大规模扩建拉开序幕。岸信介通过引入日产满业的伪满重工业开发联合体，完成了垄断资本与国家权力的勾结，完成了军财政饱和的法西斯体制构建，使伪满洲国成为了当时亚洲乃至于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地区。1940年，日本在东北汽车的产量超过8600辆，大连的工业发展甚至优于长崎和广岛。1943年，东北的工业产值达到当时的历史最高水平，当时东北地区的工业产值占 GDP 1半以上，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就这一时期的东北而言，部分工业产量甚至比日本本土还要高。1945年，伪满洲国的工业规模超过了日本本土，位居亚洲第一。通过对工业生产流通等领域的统治，日伪政府强制性地控制了工业经济活动间的联系，客观上促使能源供应、原料采购、工业生产、工业品销售及运输等环节形成一个整体。以殖民为目的，却不自觉地促使伪满工业门类齐全，使伪满工业形成一个体系。只能说本意是坏的，实行结果却是好的。在那个农业国时代，日本殖民者带来了先进生产力，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殖民地的现代化。但这个时期的工业化实际上是日本扶持下的工业化，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技术装备都是从日本空降的。中国人在工厂里只是劳动的工具，做着机械性的工作，充当人矿。当苏联把伪满的机械设备当战利品带走后，东北人自己无法组织再生产。曾经为日本人生产飞机的地方，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一架飞机也制造不出来。据统计，苏联人对东北日资工矿业的拆迁总价值高达20亿美元左右，其拆迁强度堪比当年的三光政策，能搬走的成套设备全数缴纳，不能搬走的固定资产炸掉，乃至于毁灭性破坏。苏联对东北经济的毁坏和垄断，其核心思想是通过无限的扩大领土，以在相邻国家之间建立大量的缓冲带，防止美国在东北扶持反苏势力，以应对50年后可能出现的美苏特别军事行动。当然，无论是无心还是有意，苏联或多或少还是遗留下了一些厂房和少量机械设备的，这也成为日后东北重工业起家为数不多的资本。但苏联这次掠夺性的开采，毫无疑问是东北经济的大倒退。东北正是在政策上被计划作为工业基地建设，是在15时期。如它，解放初期新中国是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日本人占完，苏联人抢完，东北仍然是全国工业化程度最高、重工业最为集中的地区，断壁残垣也总比什么都没有强。按照原有设备能力计算，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全国炼铁能力东北占71%，炼钢能力东北占91%，轧钢能力东北占50%，发电设备容量东北占30%。第一个5年计划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基本上完成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新建改建。当时的构想是以东北地区为基础，构想新中国工业化建设，以东北工业的发展促进全国各地的经济恢复，以东北为支撑部署全国工业布局。基于客观实际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东北也是最早开始编制工业恢复和发展计划的。作为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重点地区，其工业发展速度不仅关乎东北地区本身，同时也会影响到全国工业的整体发展。15计划，全国近一半投资额投到东北，尤其是沈阳。东北一度占有中国98%的重工业基地。当15计划顺利完成，东北重工业的比重已经高达70%。东北重工业是国家直属企业，是国家直接管理与建设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企。而这也为后来东北的衰落埋下了祸根。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一点，伪满时期的东北工业化，无论取得成就如何，都是为了殖民者和其发动战争服务的。东北人民真正从工业化发展中得到好处，有且只有新中国时期。所以互联网上极少部分东北人对伪满时期的怀念，属实有点让人难以理解。所以在本章的最后，我们就来花点时间聊一聊，为什么会有人怀念伪满。抛开某些精神殖民者这样的人类奇葩不谈，现在有人怀念伪满，可能更多是种心理落差。其实这种怀念旧日殖民者的心态，在被解放后的殖民地屡见不鲜。原因一方面是当年的殖民者自吹自擂，另一方面是后来的统治者不尽人意。从这一章节的东北历
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东北似乎从来都不是东北人的东北。从清代开始，这里的统治者更多是一种利用而非经营的心态对待东北。从满洲经营到义务计划，中日两国无不是把东北当做个整个国家的实验田。政府主导下的工业化，从结果上来看是成功的，客观上都促进了东北的工业化进程。但如果最终失败了呢？这就不是我们所能讨论的了，免得有人说我收了外务省50万日元。就像我询问 ChatGPT， 对于老百姓而言，生活在伪满时期的东北和大下岗时期的东北哪个更好？ChatGPT 也只能用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进行回答。在日治台湾、日治朝鲜时期的殖民地经济研究中，也出现过美化乃至于肯定殖民统治的观点，甚至抛出了殖民统治有益论。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就算没有日本的殖民统治，这些国家和地区最终都会走上现代化进程，无非是时间长短和速度快慢。俄罗斯就是把克里米亚建设成天堂，对于乌克兰人民而言，他也是侵略者。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日本没有战败，东北人民会不会变得更好？毕竟，如果你承认伪满的经济发达，是不是就要承认至少在当时伪满中国存在的优越性与合法性？相比较而言，日本是真的把东北当家来经营的。光是苏联从东北掠夺的器械就高达20亿美元，日本对东北的重视可见一斑。而这也是日本在2战中所犯的战略性错误之一，从探索新世界的海洋国家转变为旧帝国日则大陆国家。对于一个岛国而言，这就像删掉满级存档重开。也就是说，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推行的大陆政策，从根本上就是错的。日本和英国一样，都是亚欧大陆的孤儿，孪生兄弟一样的海岛国家。他们最大的战略目标应当是防止海对岸的大陆上出现统一强权，应该当一个海外裁判，联合其他国家打压冒出头来的刺头。革新官僚们的共荣圈实际上是裁判不满足于吹黑哨，直接下场当动物园拿冠军，而这怎么能被大家所容许呢？你的拳头哪里有那么大？日本的失败就是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猛踩油门。后来日本的战后复兴也证明，日本本岛的1亩3分地足够支撑日本成为世界第2大的经济体了。某种程度上，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我们不再发展东北，毕竟东北没有面向外海的出海口，和关内的相对隔绝也被铁路所打破。哦，好消息，现在吉林有出海口了。为什么会有人给殖民者翻案？大部分人不是在为殖民者歌功颂德，而是在嘲讽后来者的管理能力连几十年前的殖民者都不如。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如果同床异梦，就不再运用相同的国族认同，那么割袍断义的观点自然会甚嚣尘上。从闯关东到卖老婆，作为东北衰落后的发泄口，如果一定要成为弃子，那也一定会怀念成为日本人的妻子。至少在这里，没有人会歧视日本人的妻子。革新官僚爱新觉的本意是好的，只是关东军执行歪了。对于 Stupink 而言，日本才应该是他们的精神母国，毕竟这是亚洲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和太平洋对岸的美国2次对抗的国家。即便是被资本家压迫的华人劳工，提起曾在东北沃野上对向行驶的希望号和光号列车，也会情不自禁地挺起胸膛。怀不怀念伪满，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平等对待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公民。他们不知道伪满时期好不好，但他们知道大下岗时期有多坏。同样是探索中小小的曲折，你爷爷一犯错误，我爷爷就要饿死。最后算总账的时候说团结一致向前看，黑历史就这么轻描淡写的翻过去了啊！那我也想犯错误。谁真的对老百姓好，老百姓就有发言权。军事臣如土鸡，陈氏军如寇仇。东北如此，香港如此，台湾也是如此。殖民有意论实际上是对现状的不满。解放光复回归后，后来的当权者如饿虎一样掠夺这里的资源，相较于当年的殖民者，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百姓反而比殖民时期过得更差了。如果你是当地人，你会怎么想？关于东北为什么衰落的原因，东三省的各大学校已经研究得很透彻了。有说是体制原因的，有说是气候原因的，还有说是产业变迁的，但总归都有些片面。所以这一章我将结合其他国家的历史和自身的经历进行研究。在上一个章节，我们已经从东北工业化的历史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东北工业化是政府主导下的工业化，所以东北衰落的主要原因也一定离不开行政力量和政府政策。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阴谋论：东北的衰落是否是政府有意而为之的？毕竟作为一个计划经济上的产物，只要国家下订单，东北的工业就不可能衰落。众所周知，从1978年开始，改革的春风吹遍了中华大地。我爸上小学的时候还在永不过山的红太阳，中学的时候就要写德语改革开放的春风家里盖上了新房。很显然，改革的春风对于东北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曾经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如今变成了旧时代的残党。计划经济下经济体制的僵化反映在思想上，就是对改革的抵触。当然也不能太过于苛责这帮经济官僚，作为整个国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就是这场改革的代价之一。
东北的昔日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发展的前提是没有市场竞争，不计效率，只计产出，而对外开放意味着东北的产业不再具有独占性。东部沿海，尤其是东南部临近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港口地区，一方面可以直接搞进口替代，另一方面也承接其他国家产业转移，用代际领先和地理位置打败了东北。这个时候，宏观层面的政策倾斜也抛弃了东北，为了增强南方新试验田的合法性，对东北这个旧试验田采取了放生处理。但计划经济靠的就是政策倾斜，保证自己在国内产业链上的独特性。如果在计划经济下的内循环都玩不转，就更不要提国内国际内外双循环了。当生产订单逐步转移出东北，东北的衰落已经不可逆转。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产物，单位制和单位制文化的影响力甚至超出了东北的范围，成为整个北方中小城市共同的问题。在中国整体经济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东北在这种单位制社会下，就这样没有脾气，没有生气，最后渐渐就没气了。我对单位制的感情是复杂的，毕竟我也属于单位制下底层间接既得利益者，但也正是足够底层和间接，我也很清楚单位制的弊端在哪里。归根到底，单位制的核心就是把家庭、社会和企业三位一体，家事可以闹到单位，领导也可以管家事，个人的职业发展有且只有单位内部晋升，而繁琐贬值也不会看出编制，最多调往清水衙门和边缘企业。以单位为中心，方圆15分钟路程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封闭内核的熟人社会，里边衣食住行一景销，从出生到死亡全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办社会。单位制存在于几乎所有国企中，没有地域限制，也没有行业限制，但在各地域各行业存在较大差异。个人依赖单位，单位调节社会运转，国家则通过单位分配和整合社会资源。这种双重依赖性导致计划经济下，经济规模越大的单位，其能分配的资源越多，控制能力越强，地方社会结构越接近单一单位制。东北的国企以重工业为主，国家投资大，人员较集中，一方面率先从苏联引进并改进了单位制，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单位制对社会整体的侵蚀。现场后市、阴矿设施导致不少单位承担起部分城市化的责任，一些大型工矿单位的政治级别甚至高于地方政府官员，地方政府实际上是在为这些大型工矿单位做配套，而不是反过来。计划经济生产的基础不仅是对资源不计成本的调配，更是对人身份的计划。你生而为工人的子女，你就可以顶替进厂成为工人，他生而为农民，只能种田交公粮。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东北以至于各种3线工业基地获得的投资，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的汲取上的。很多人只看到了90年代下岗的痛苦，却没有看到60年代初的饿肚子和浮肿病。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计划经济下东北工人的生活绝对水平也不算好，仍然是贫瘠的，但他们很幸福。其实令他们怀念的是一种相对优势，相对那是农民的优越。与很多人想象的相反，单位制在市场化改革的最初10年，实际上让东北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性。这些国企对原材料和技术工艺的垄断，导致市场化改革初期形成了卖方市场，产生了垄断壁垒，使其在不完全发展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了先发优势。而这些取得超额利润的国企，并没有把这些利润投入再生产，反而用于给单位职工发福利。当行政手段转向支持市场化改革，对外资外商开放国内市场，这场21世纪前夜的辉煌就是东北最后的高光时刻。快1万字的赘述过后，我们可以聊聊东北话和山河4省的关系了。作为一个国企家属院出生成长的孩子，也算见证了一座城区的兴衰，所以以我自己为例，聊聊山东县城的东北话。我出生的时代正好赶上了国企福利分房的末班车，我上的幼儿园也是国企家属院内最好的幼儿园，一切开销都是单位报销，所以我的童年可以说是幸福且美满。但当我上小学的时候，美好时光已经快走到头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6年的上海世博会，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是这个城区最后的风华。走在城区大街，沿街的商铺可以绵延几公里，其影响力甚至可以辐射周围街区。那个时候逛街还是真正的逛街，走一上午可能只是逛完了这条街的一面。这种繁华并不是很难解释，在10几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汇集了几家效益良好的大型国企，人口庞大的国企职工和他们家庭就是这份繁华最大的底气。当21世纪第2个10年开始，整个城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走向衰落，最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政治重心的转移。政府大楼原本从老城区搬到了海岸边的繁华地带，在这个10年刚开始就又搬回去了。公务员们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顺带给自己建了一座上了新华网的超标豪华政府大楼。我的整个义务教育阶段是在这几家国企捐款建设的学校里完成的。这几家国企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国企内循环，煤矿挖煤，发出来的煤发电，发出来的电供给煤矿和机械制造厂，最后由港口把产品运出去。当我上小学的时候，煤矿已经挖不出什么弱质高的好煤了，空留一地煤矿挖空后的塌陷区。
发电厂转向进口澳洲煤炭，这条自给自足的产业链被打破了。说到这里，大家大概已经意识到，这座城区进入了非常典型的资源枯竭和国企病的双重叠加。2012年开始的供给侧改革给这座城区会心一击，除开90年代就已改制的机械制造厂不谈，2家大型煤矿接连关停减产。对于我的直观感受就是商圈的衰落，这个地方的消费重心已经明显南移，北部商圈从服装店转向小吃摊。烤冷面作为一种失业率变化的代表性指数，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失业的煤矿工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抛家弃子去遥远的地方打工，煤矿的倒闭导致发电厂失去用电大户，有被迫转型供热机组的危机，整个城区的经济快崩盘了。老板，烤冷面再加个脆骨肠吧。这座城区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众所周知，山东省是全国地炼第一大省，占全国地炼总产能的 70%， 全国炼油产能的 17%。但山东省的地炼产能分散，多数企业炼化产能在300万吨以下，所以山东省整合2500万吨产能，按1:1.25减量替代出的2000万吨产能，正好置换在这座城区岸边的人工岛上。即使有些海洋污染和难闻的气味，沿海房价和租金飙升，北部商圈直接大振兴，发电厂新上机组扩充发电量，可以说是一次完美的触底反弹，或者说实现复兴。但东北能有这样的好运吗？我不这么认为。为什么我不看好东北振兴？这篇吉林大学的硕士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加速东北振兴的可行性研究》已经告诉我们东北的未来。对东北这个最听国家话的地区，指着鼻子骂他们官员感斗、思想僵化、决策不科学，很难说不是在指桑骂槐，或者说点明了问题的核心。当然，这篇硕士论文只是沧海一粟，是网上充满了这种一打眼就不找得到解决方案。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大多是东三省本地高校生产出的学术垃圾。如果东北人自己都不相信东北能振兴，那我一个外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东北之于中国，就像日本之于东亚，作为最先实现工业化的地区，率先进入工业化，并不让人感到惊奇。真正让人感到担忧的是，东北的衰落很有可能只是这个国家的前奏。这个剧本会不会被推而广之？整个国家陷入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失去了30年。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看历史上这片土地是怎样解决失业问题的。1949年后的第一次失业危机发生在1950年到1952年。为了抑制战后的通货膨胀，政府采取了通缩政策。到1952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口达到376.5万，失业率高达 13.2%。引用薄一波回忆录中的话，失望和不满的情绪在一部分工人和城市贫民中迅速蔓延。这次失业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单位制。工农上学兵，东西南北中，大要管一切。政府统一安排失业者的工作和生活，同时用户籍制度和团购统销限制这些失业者的流动，实际上是通过控制盲流进程的间接逆工业化掩盖了失业问题。第二次失业危机则发生在1961到1962年，3年大跃进后，以钢为钢，高叶山生长的结果就是重工业产能无序扩张，城镇人口和城市化水平大跃进。问题在于，这是领导人错误决策下没有物质基础的非经济行为。3年自然灾害面前，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大家都有饿死的权利。因此，减少城镇职工和城镇人口的逆工业化再次成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政府大规模动员大跃进时期进城的农民回到农村，并且开始把家在农村的城镇职工动员回农村，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二元对立。第3次失业危机发生在1968到1975年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文革时期全民大健身，每个人都能观察到铜头皮在驱动下经济建设一泻千里的发展。早在上一次失业危机就开始的类上山下乡正式成为一种政治运动，支持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说是要到农村插队过户，有的人是插队，有的人是过户，有的人受不了农村的苦可以逃回北京，但有的人想回家只能被村书记拿捏睡一觉。不过经历过去3年，大家应该对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不难想象了，只能说无序扩张的权力比垄断资本更可怕。第4次失业危机发生在1978到1980年，文革时期结束后，自愿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就业，直接挤爆了每一条铁路线和每一座工业城镇。10几年来掩盖的失业问题一次性爆发，每年登记在册失业率都在 5.5% 左右。但这一时期的解决方案仍然是单位化，流行的做法是父母提前退休，把国博坑让给子女顶替。实在没有编制，也可以围绕国企机关在周边企业安置，这为改开后东北的衰落埋下了祸根。至于下一次失业危机发生在什么时候，也就无需多言了。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这个时期的知青回城大多20出头，到90年代大下岗正好40-50岁。被优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他们最美好的最有创造力的时光，犹如一腔热血洒在冰天雪地里，浪费在了战天斗地的浪漫主义神话中。时代的铁拳就是来的这么又猛又快，以为自己能在集体的恶中逃脱制裁，实际上只有极少数发动者和他们的后代不需要承担这份责任，还能赚得盆满钵满。
下岗的本质就是失业，无论怎么掩饰都是失业。单位治几十年，最终以政府违约告终。职工把一生都付钱给了单位，但单位的最终上级政府却没有给予相对应的终身生活保障。那些自愿放弃基本自由换取一些暂时安全的人，既不配获得自由，也不配获得安全。在我看来，铁饭碗与其说是一种长期饭票，更像一个全方位禁锢你的银手铐。不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了东北的落寞，导致了东北工人的苦难，而是计划经济必然的结局。不是市场经济的改革强烈剥夺了东北工人应该有的幸福，将他们推入深渊，而是在市场经济下，更多人有了追求幸福的权利，有了追求幸福的经济自由。他们推动了市场竞争，才使得东北开始衰落。家这种东西，只有能来去自由，它才不是监狱。我知道你很急，但先别急，你都看到这儿了，不差这一会儿。我对伤痕文学不感兴趣，我只是在客观陈述20世纪后半叶这片土地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东北的衰落有自己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因素。放眼全世界，像东北这样一蹶不振的属实罕见，但东北话的推广案例确实不少。俗话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们就来看看外国的和尚念的什么经。西张市位于日本北海道中部地区，距离札幌60公里。近年来因生产蜜瓜而闻名，曾经是一座资源型城市。早年因煤矿而经济大幅增长，随着煤矿业日渐萧条，转型后的观光产业已毫无起色，西张市持续衰退。2007年成为日本唯一政府宣布破产的城市。破产这个概念在中国通常是指个人或公司，从来没有用在政府上。一般而言，政府破产指的是政府财政纪律失效，财政支出远远大于财政收入，现在及将来都无法偿还债务。政府破产的表现有很多，但政府破产的独特性在于，即使财政破产，政府仍然要维持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履行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破产是政府财政上的破产，并不是政府职能的破产。无政府状态放在哪个国家都是很逆天的。安纳奇妈妈会保证每个人的安全。政府破产毫无疑问会影响其治下的所有人，但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公务员。破产也是一种清算。现在的公务员需要为自己过去的错误决策买单。在日本的公务员制度里，很大一部分的人力成本都花在了退休公务员的退休金里。巨额的债务毫无疑问也会影响公务员的工资和退休金，当然不会是停止支付，但肯定会大幅减少。我们必须要铭记的是，无论是多还是少，最终买单的都是全体国民。对公共服务预算的削减势必会造成当地居民对政府的不信任，进而逃离破产状态的城市，最终造成一个恶性循环。根据昭和33年颁布的地方财政重建特别措施法，地方政府向总务大臣提交申请后，由总务大臣作出财政重建事务团体的制定，在国家的监督指导下制定财政重建计划。对于政府而言，债务无法像公司破产那样死后不理，基本上都是上级政府用信用背书下级政府，借新债还旧债，借低利息债还高利息债。进入财政重建实际上是地方政府无法收拾自己知道的烂摊子，将地方自治权大政奉还，丧失了编列预算、制定政策时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也逃避了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学术界通常把西张市的破产归咎于这座资源性城市的资源枯竭，但西张市破产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能源政策转型后极端错误的城市投资。煤矿关闭后，西张市在煤矿原址上大力开发特色旅游产业，修建煤炭历史村，开发煤炭博物馆，从煤矿到旅游成为西张的广告标语。毕竟西张市作为煤矿城市的历史是其他地区难以模仿的。当进入泡沫经济时代，这辆车就开始猛打方向，油门踩死了。从经营失败的民间资本手上买回宾馆和滑雪场，通过政府大量举债，相继建设了机器人科学馆、动物标本、冒险家游乐场的旅游设施，甚至在遍地滑雪场的北海道修建了冷水山滑雪度假村，每年甚至还举办西张电影节。这些已经远远超出了这样一座小城市的消费能力，而发展这些奇葩旅游业项目的钱，恰恰来自于上级对煤炭产业关停的补助。而旅游业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当上级停止财政转移，这把梭哈注定打水漂。最终，财务造假击溃了这座城市的心理防线。煤矿关停后的超高环保费用，消失不见的丰富矿产和居民税，泡沫经济下的高额高利息借贷，上级政府取消的巨额财政补贴，这些财政赤字最终被巧妙地通过会计手法隐藏。而西张市未经北海道知识许可就长期借款的丑闻，也在后来财政重建计划制定过程中大白于天下。最终，财政赤字定格在353亿日元，为该市财政规模的14倍。讲完西张的案例，大家可能会想到贵州，同样的资源枯竭，同样的转移支付，同样的发展旅游，还有同样的财政破产。贵州的问题绝对不是只有贵州的问题。近10年来的进攻几例大都沦为了全国各地烂尾工程。如果我们不快刀斩乱麻，很有可能把整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要怎么解决呢？我们首先否定的方案是之前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如果胡文时代愿意管这个政策的话，2003年东北振兴战略确定实施。在东北振兴战略实施的前10年，即2003到2012年，东北实现了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年平均增长水平高于全国水平。因此，这一时期对东北而言是货真价实的黄金10年。
但2013年后，东北经济断崖式下跌，经济增长车速吊车尾，继1990和2002年后再一次经济失速，被称为新东北现象。我对这轮政策的失效看法很简单，治标不治本。东北一直以来都是重工业占绝对主导地位，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非常不完全。在90年代下岗潮中，有国家背书的大型国企尚且需要破产裁员，没有国家扶持兜底的民营企业只会更惨。因此，2003年东北振兴战略的春风吹来的时候，东北这片森林里只剩下个参天大树，树下的草地已经被过夜压死了。东北振兴战略说白了就是把当年转移给东南沿海的订单，再通过国家力量转移回来，幻想着给东北恢复一下既有政策，东北的经济就能乘上千里马。但你猜这些订单会下给谁呢？当然是只能下给那些国企了，因为除了国企早就死完了，你也只能去补贴国企。不幸的是，这些国企又大多是重工业、重投资企业，本来就不缺钱缺订单。真正需要补助的中小民营企业，即便活到这个时候也拿不到订单，因此这10年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国进民退，所以产业进一步失衡并衰落，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结论：东北振兴实际上就是钱的问题，钱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钱流向个错误的方向，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重问题。因此我的方案其实很简单：破产、直管、再重组。我知道这样一定会勾起很多东北观众不那么美好的回忆，但先听我讲完好吧。90年代的破产实际上是在错误力量主导下的蕴藏着大量官商勾结和国有资产流失的假破产。计划经济下的东北实际上是全国人民的财产，最终却沦为了少数人的聚宝盆。过去几十年的错误决策非但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反而让始作俑者赚得盆满钵满。大量的优质资产并没有按照市场合理价格进行估价，现在的再破产不过是亡羊补牢，防止继续给无底洞扔钱。这次的再破产是在最高行政力量直接监管下，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彻底破产重组，绝不能再让地方政府自己珍爱自己，自己监督自己。他们只会用城投公司和财务造假去发展不切实际的旅游业，或者大跨新区高轨道建设，然后把锅扔给下一任倒霉蛋，最终还是要全民买单。至于钱从哪里来，左手拿着宝马迷你冰激凌，右手盛着20万的茶叶，桌子底下还有鲶鱼吃精华，我们确实需要好好想想了。科层制技术官僚绝不会是新时代的选择。作为封建等级文化的一部分，山东的酒席文化不过是把权力等级具象化，也不要指望新一代会比老一代更加开放。在出生人口减少的当下，年轻人社会占比的减少导致了社会整体的保守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梁山好汉排排坐，最终还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编制，我卿卿性命。就像我在开头说的一样，能拯救东北的只有东北人自己。东北话的推而广之会让全国各地自顾不暇，没有海底隧道的环渤海，最终只会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贫困圈。我们现在嘲笑东北土味网红，以后就是东北嘲笑我们不懂版本答案。产业升级失败的淄博，最终决定跳出上级划定的条条框框，彻底开始躺平，搞烧烤，雇旅游。如果怎么裁员都是不干活的才干活的，我们可以列一个要留下的人的名单，然后把名单上的裁掉。只有先承认衰过，才有资格谈复兴。别回头，往前看，往前看，别回头。